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2026新片用吳可熙而非趙麗穎，雙料事後再現隱婚猜測，趙德胤操作引熱議。從風吹半夏雙料事後到小城大事200萬預約爆款，趙麗穎用角色說話，38歲保持高產，直面爭議只甩一句別嘰歪。當新片美夢女主落定吳可熙，所謂隱婚傳聞不攻自破，真相從不轟動，轟動的往往不是真相。這位非科班出身卻扛起女主大旗的演員，正用一部部作品劃清職業與八卦的界限。一個清晰的反差擺在眼前：2024年趙麗穎拿下飛天與金鷹雙料事後，2026年趙德胤籌備多年的美夢女主卻是吳可熙，討論又把她拽進隱婚漩渦。公開信息裡沒有戀情實錘，輿論卻越炒越熱。這就是娛樂圈的熟悉劇本。趙麗穎出名靠作品，非科班出身卻一路扛起女主大旗。她在《風吹半夏》裡的表現，拿到了2項重量級大獎的事後，官方名單清清楚楚寫着她的名字。38歲的她仍保持高頻產出，這在女演員中算罕見。她的性格也不遮不掩，對無端質疑說過別嘰歪，只給的態度讓人記住，也讓她更願意用成績回應外界。過往婚姻是她人生裡的一筆。2018年，趙麗穎和馮紹峰公開結婚證，後來迎來兒子。兩人於2021年和平離婚，並共同撫養孩子。這一點在公開聲明裡寫得很清楚。離婚後，她把重心拉回工作。從通告安排的緊密程度和新劇推進的速度能看出來，她沒有被情感事件拖住腳步。時間線推着風波走到現在。2025年5月開始，趙麗穎與導演趙德胤的隱婚說法被反覆傳播，來源主要是狗子的照片與行程拼圖，雙方工作室都未正面承認或否認，合作確實存在，兩人在喬妍的心事裡有交集，宣傳期互動也難免被放大，但隱婚這種重大私人事項，沒有任何官方文件或公開確認，本質仍停留在猜測層面。進入2026年，趙麗穎的小城大事在1月開播，平台公開的預約數據顯示超過200萬，討論度也一路走高。她未出席2月5日的微博之夜，去年還是壓軸嘉賓，今年的缺席引發檔期低調的猜想，也有人把這與緋聞強行關聯，但官方嘉賓信息裡就是沒有她的名字。這樣的缺席在大型活動中並不罕見。更關鍵的一步是趙德胤的新片《美夢》正式亮相，項目被稱籌備多年，女主角官宣為吳可熙，兩人是老搭檔，彼此從再見瓦城、灼人秘密一路合作過來。這一次吳可熙入局，讓趙麗穎是否是女主徹底失去成立基礎。網絡熱議卻轉向是不是分了，是不是從沒在一起。這類問法聽上去刺激，但依然缺乏可被核驗的支撐。營銷號的反轉玩法很熟練，先用官宣女主不是趙麗穎製造落差，再把舊瓜翻新加碼，立姐夫這類外號，本質就是玩梗，熱鬧歸熱鬧，不能拿來當事實依據。流量邏輯往往是關係越模糊越有傳播，這招在娛樂圈屢試不爽。合作多，互動頻，畫面近，就被剪成故事線，觀眾的情緒被推進，但故事未必是真相。回到作品，趙麗穎的路線很清晰，不回應，抓拍戲。從《楚喬傳》幸福到萬家，到《風吹半夏》小城大事，她在不同類型的角色裡試圖讓人物立起來。小城大事裡，她飾演的基層女性，說話的節奏與表情的收放有爭議也有認可，這正是觀眾真正該討論的地方。她用角色與觀眾連接，
而不是用緋聞維持熱度。吳可希這邊也值得被看見，多年與趙德胤合作，從演員到參與創作，他建立的是工作上的默契。這種搭檔關係在電影圈很常見，導演在一個長期項目裡選擇最熟悉的合作夥伴，更像是創作策略而非情感宣示，把職業選擇讀成愛情告白。雖然戲劇化，但容易偏離現實的邏輯，觀眾在吃瓜時也許能感到一種隱形疲勞。每一則新消息都要被解讀成感情走向，作品反而成了背景板，事實與感受需要分開擺。事實是，趙麗穎拿了雙料視後，小城大事開播預約數據亮眼。趙德胤新片女主是吳可希，感受是，有人希望故事更精彩，有人願意相信隱婚的羅曼蒂克，這些屬於情緒，不是證據。真相大多不轟動，轟動的大多不是真相。這一句在娛樂圈尤其適用。當事人選擇沉默，不代表默認，更不代表另一種答案。沉默常常是職業策略，讓作品先走在前面，在獎項與口碑裡給出回應。從他的做事節奏看，趙麗穎的目標感很強，把注意力投在角色與項目上。這也是很多成熟演員的共同選擇。從觀眾角度，理性是最省心的護身符。把討論回到作品，看他的角色有沒有可信的人生，看轉型是否穩當，比追逐沒實錘的私生活更有意義。一位38歲的女演員在激烈的行業裡保持輸出與質量，這本身就值得討論與尊重。娛樂報道的熱會來來去去，但作品的硬會留下痕跡。這場圍繞美夢與隱婚的新一輪熱議，可能很快被下一波新聞替代，留下的更像是提醒。當一個人的名字足夠大，他會被各種故事借力，但他能否穩住場，看的是作品與專業。與其被情感線牽着走，不如把時間給那部好戲，在好角色裡找到真正的答案。用作品評判一個演員，始終是正道。2. 風波升級，趙麗穎又被爆大瓜，隱婚風波男主趙德胤被牽連。眼看着就快過年了，大家都在放假的邊緣，狗子們開始發力了。明明新年才過去1個多月，內娛的新瓜一個接着一個。這不，趙麗穎又因為緋聞登上了熱搜，牽連她的是曾經合作過的導演趙德胤。這邊爆出的竟然是分手傳言。新片官宣惹爭議。2026年1月末，導演趙德胤官宣了自己的新作品《美夢》，犯罪題材的驚悚電影，男主男配都是外國人，女主則是他過去緋聞女友吳可希。這不是兩人第一次合作了，好像已經合作了10幾部，算是非常默契的搭檔，一直都有關係不一般的緋聞傳出。有新作品是好事，可網友們的關注點全在另一件事情上。當初趙德胤傳出拍攝新片的消息時，所有人都認為趙麗穎會是新片女主角的人選。畢竟兩人當初合作《喬妍的心事》的時候，他對趙麗穎的能力十分肯定，而且兩人之間似乎也緋聞不斷。如今他好不容易有新片子，卻選擇了之前的緋聞女友，不由得讓人得出了兩人或許已經鬧掰或者分手的傳聞。路人一頭霧水，趙麗穎的粉絲是又氣又高興。高興的是趙麗穎終於離開了這個男人，生氣的是本應該屬於趙麗穎的資源被搶走。不過這個事情貌似沒有外界認為的這麼簡單。真假感情，趙麗穎的履歷不用多說，這些年靠着《知否風吹半夏》以及前陣子央視熱播的電視劇《小城大事》，已經成為了跟正苗紅的一線女演員。在某種意義上，她的硬實力與資源甚至超過了火爆許久的其他大花，風頭正盛。她做事認真，也不喜歡炒作，更不需要戀情上位，所以這些年她的緋聞真稱不上多。
至於為啥跟趙德胤扯上關係，還要從之前的合作說起。趙麗穎多年來演的都是主角以及正派角色，她很想挑戰突破一下自己。再加上當時還有辛芷蕾這個實力女演員，她還是很願意出演的。導演對趙麗穎一直很喜歡，雖然她年輕時候演的都是偶像劇，但身軀裡卻有龐大的能量，很適合喬妍這個人物。這個時候，兩人是一拍即合的純粹合作。可是誰都沒想到，劇組拍攝沒多久，外面就傳出了兩人關係不一樣的緋聞傳言。後來殺青進入宣傳期，關於兩人的傳聞更多了。有的人說趙麗穎和趙德胤已經隱婚了，還有的人說他倆是地下戀情，已經談了很久了。而且不久後，確實有狗子拍到趙德胤單獨跟趙麗穎的兒子帶在一起，這似乎說明了兩人關係的不一般。畢竟哪個媽媽會把自己的孩子給異性朋友照顧呢？她又是很有分寸的那種女演員，不可能做這種不安全的事情。可即使網絡上吵翻天，趙麗穎始終沒有做出過任何回應，多次上熱搜都是理都不理。後來還是自己新劇上映，才借着熱搜來宣傳新劇。不過蹭熱度的同時，趙姐也是直接回對熱搜，用一句算你妹表達態度。不過這個時候還是沒人能確定兩人到底有沒有關係，畢竟在娛樂圈，不是明星本人以及工作室親自承認，都有反悔的可能。背景混亂，在這場鬧劇中，趙麗穎粉絲是受傷最深的那個，每天提心吊膽，生怕有壞消息出現。尤其是官宣，那對粉絲來說就是天塌了。她也不是女愛豆，而且已經結過婚，還有孩子，為啥粉絲這麼排斥新戀情呢？說到底，還是這個男人粉絲不滿意。趙德胤明面上看着光鮮亮麗，是個很有前途的大導演，可他的身邊埋的雷實在太多了。首先，他是緬甸人，家裡成分格外的複雜，處在那個地界基本上都和毒打過交道。他甚至親口承認過家裡也做過相關的事情，不管他本人是否清白。這個家庭本身就是巨大隱患，連累自己也就算了，要是連累趙麗穎，粉絲真的哭死。其次，他這個人毛病不少，愛炒作，跟女明星糾纏很深，尤其是和他那位所謂的老搭檔吳可熙。最後，趙德胤能力是真一般，長得也不好看。趙麗穎是頂級女星，她充其量就是個三流導演，完全不般配。聰明獨立，其實粉絲也不必過於擔心，不管趙麗穎是否跟趙德胤在一起過，亦或者選擇其他的男人，她都是極為清醒的人。她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年輕女孩來到內娛闖蕩，靠的就是自己的拼搏與獨立。但凡她是個戀愛腦，當初陳曉否認兩人戀情的時候，他就鬧起來了，而不是灑脫的放手，不糾纏不計較。在趙麗穎的世界裡，事業是排在第一位的。她這些年瘋狂拍戲，每天恨不得只睡幾個小時，就是為了成就一番事業。有了名氣之後，她沒選擇擺爛，持續提升自己演技的同時，也很愛惜羽翼。期間，她也談過戀愛，甚至結過婚，還生了孩子。可不管發生什麼，趙姐的事業從未耽誤過。這些年的好資源、好作品一個接着一個，靠的就是自己夠努力、夠清醒。馮紹峰也算是圈內不錯的男星，家境背景很好，上海土著。趙姐跟他結婚以及離婚都沒有透露過任何的細節，不需要看馮紹峰的臉色，更不需要在乎外界評論，這是他自己的事，自然只需要自己做決定。他也從未圖過馮紹峰家的資源與背景，不過他很聰明地將兒子留在了馮家，讓兒子享受馮家的財富以及資源人脈，這才是真正的父母之愛子，則為之計深遠。說白了，
趙麗穎就從未想過感情、家庭和事業沾上一點關係。低谷的時候不需要扶持，高位時就不擔心受影響。所以她和誰在一起根本就不重要，她願意談就談，不高興就直接分手，不用在乎權衡利弊，委屈自己。粉絲也不用擔心，如果趙姐的另一半真的影響她的事業，不用粉絲出手，她自己就處理了。